在马里兰精神研究所里呢，一组专家呢将一个吸管感应器插到了一个男人的太阳穴上，在催眠的作用下呢，他的脑电图显示他的脑电波已经从阿尔法波和德尔塔波呢变成了西塔波，这说明他已经从清醒呢到深度睡眠了。同时，这名男子的血压也降到了和昏迷人差不多的程度，处于一种被催眠的状态。紧接着，男人猛地站了起来，用一种近乎咆哮的声音说了一系列谁也不明白的话。在场的专家呢都难以置信在被催眠的状态下，这名男子已经彻底的变成了另外一个物种——天王星人。他说自己呢是以能量形态存在的生命，于是呢他还讲起了天王星生命是如何进化生存的故事。同时呢，他在被催眠的时候还变成了16个不同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那这个男人所做的一切呢，其实都是他自己的人生。他居然能够记得自己16次的轮回，还说出了一些惊人的秘密。以下的故事呢非常玄幻，大家不要太当真哦。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Hello， 大家好，小唐。而故事呢就从1970年开始了。美国的27岁的李艾伦呢，就是一直在做着一个怪梦，他经常就梦见那些他从未去过的地方，例如埃及、耶路撒冷、意大利，甚至是外星球。经常在梦里，他所处的时代和他生活的时代还不同，身份呢也各不相同。最让他头疼的是，那些梦境太过于逼真了，以至于醒来之后他很迷茫，根本就分不清现实与梦境的区别。于是这个艾伦呢就决定向医生去求助了。以催眠著称于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的艾文·莫德斯呢，在得知了艾伦的病情之后他决定将其催眠。那么艾伦在深层的催眠的状态下，居然回忆起了他的前世。他原本是埃及的法老卡利克拉提斯国王，统治期间呢是公元前的344年到341年，只有3年。他说是因为一次叛乱而去世了。他的父亲呢也是埃及的内克塔内布2世，也是法老。而很离谱的是这个被催眠的人他只是一名退学的10年级生，只会说英语。可是当他回想起法老王的一生的时候呢，他所说的是一种和埃及相似的语言，并且能够书写出埃及的象形文字，就连他的一举一动呢都像是一位帝王。而莫德斯博士随后就带着艾伦所写的文字到这个佛罗里达大学的考古学家、象形文字教授罗伯特·瓦格曼那里询问了。经过了确认呢，这的确就是埃及语，并且呢书写很流利。不过呢，想要把它写得如此流畅呢，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教授说他的一个学生可是花费了很多年才可以办到这样的事情。那李艾伦在每次催眠之后呢，都会静静地听着催眠录音，听完之后呢，就豁然开朗了，一下子仿佛解开了心结。原来呢，梦境中是自己前世的记忆。接下来这个李艾伦呢，就慢慢地想起了自己16个人生。他不但会说那个时代的语言，还会写出那个时代的字。虽然呢，轮回在当时的催眠行业中是一个相对保守的行业，而且也并不被大部分的基督教所接受。但是呢，莫德斯博士呢，凭借着自己的经历以及自己的观察呢，他就认为这个李艾伦所言非虚。为了让轮回的概念能够被世人所接受呢，从而可以帮助到更多的病人，所以这个莫德斯博士呢，在得到李艾伦的许可之后他就要在每个星期5的夜晚对他进行一次公开的催眠实验，并邀请心理医生、灵异专家进行分析，而且还邀请了很多的大众参与。听说很多人当时是来找他茬的，在看到了这一幕之后都不禁的怀疑觉得李艾伦表现得太逼真了。有一次呢，这个李艾伦回到了法老王的时代，就怒吼道：“在我的面前，所有人都要向我低下头。”他还用手指着这个玛丽莲·库珀就说道：“对王不可直视。”而玛丽莲事后就说他被吓坏了。他说那种王的威严可不是装出来的。而且随着他回忆起越来越多的前世呢，让大家最惊讶的是，他的第一世竟然不是地球上的生命。李艾伦回忆起这一世时候他声调很高，说话很快。他说他的名字叫诺兰，家呢就在天王星。他是一个能量状态般的生命。他说他一直在追寻着一种能量，它的源头来自于天王星，可以让他的拥有者呢变得更强大。在此之前呢，他一直游荡在宇宙的边缘，探索着他的梦想，寻找着这种神奇的能量。他曾经穿越了时空，拜访了不同的星球累积着知识，学习着秘密。他走向了他最终的目的地就是天王星。他用他的能量呢，在天王星建立了一个源泉，以供他的后代呢持续使用。然而这个源泉却受到了来自于宇宙同伴的威胁，从而导致了这个诺兰被迫就再次踏上了旅程，前往了更遥远的地方，寻找更多的能量呢，来抵御宇宙的威胁。那么在地球还没有人类的那个年代呢，诺兰呢就乘坐着由磁铁驱动的阿瓦顿宇宙飞船来到了地球上，目的呢是为了拯救地球，免于他的同伴的侵略。而诺兰认为人类的智慧呢是可以拯救地球免于毁灭的。
所以他决定呢暂时离开自己的家园，来到地球上。那么在这里呢，他可以向人类传授技术和知识，以帮助地球免于灾难。诺兰刚来到地球上的时候是过着隐藏身份的生活的，后来地球上有了人呢，这个诺兰就将灵魂寄宿于肉体之上，开始了地球上的轮回。他说他在传说中的母大陆和亚特兰蒂斯呢都转生过，而且他在催眠中还写下了那2世的文字。可惜这2个史前文明的存在时期都是1万年以前，而且都属于一夜消失的类型，而留下的蛛丝马迹都很少，文字是否属实呢，无从考证。他对许多的事情都非常敏感，特别是他发现了一些可以改善地球的技术呢，他也把这些技术传给了当时的人类。然而诺兰的帮助呢，还是未能够阻止他的同伴来到地球上。他们显然呢是想要毁灭地球，毁灭人类。天王星人呢也都是附身在地球实体上的。他拼尽全力，用他的智慧和技术呢，帮助地球人战胜了外星侵略者，最终呢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诺兰最终死于一场核战。但是地球人因此而获得了一份自由，能够继续发展自己的社会，让地球的每一个人都能够过上美好的生活。回忆诺兰的生平呢，艾伦很快的能够写出一种像符号的速记文字。当然了，这个莫德斯医生也看不懂，他就把这些文字寄给了一个由全世界高智商人类组成的一个组织，名叫门萨。这里呢，简单介绍一下门萨。门萨呢，就是1946年呢，在英国牛津创立的一个以高智商作为入会标准的俱乐部。门萨取自于拉丁语中的圆桌的意思，就是希望呢，智慧相近的人们能够平等的坐在一起。他现在拥有10多万名会员遍及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门萨的入会测试卷呢，一卷有30题，换算成智商呢是148。门萨是一个国际性组织最大的特色呢，就是为该会以智商为唯一的入会标准。协会从人类的利益出发，确认、培养和巩固人类的智商，鼓励开发、研究人的智力的本能、特殊和用途。门萨是为聪明者建立的一个社团，通过充满挑战性的社团活动而使参加者的高智商获得承认、肯定和不断的提高，并彼此分享成功。在2014年呢，美国3岁的女童亚历克西斯·马丁，她的智商就超过了160，可能已经超过了爱因斯坦，而门萨已经邀她加入了。在2017年，来自英格兰的一名12岁的印度籍女孩呢，在门萨的测试中获得了162分的最高纪录，其智商测试结果呢，比爱因斯坦、霍金之类的天才还要高2分。门萨中国的部分呢，于2010年筹备成立，有兴趣的朋友呢，欢迎接受测试。而门萨认为呢，这些字符呢，确实是符合语言文字的特征，但是呢，没有办法破译。若是这个李艾伦所言属实呢，恐怕早在人类出现之前呢，就已经有外星人来到地球了，甚至还发生过一场核战争。那么诺兰死后呢，他并没有返回天王星，而是选择了继续投胎。他不仅是法老王，他曾经也是一名古希腊的将军，甚至还当过第一位诺曼英格兰国王威廉一世。无论是用什么语言还是用什么文字书写呢，都经过了专业人士的鉴定。肯定有人会问为什么艾伦上辈子不是皇帝就是明星呢？事实上这并不是全部。艾伦在催眠的过程中还记得自己是个名叫约瑟夫斯的希伯来奴隶，他曾亲眼看到了耶稣被钉在了十字架上，也曾经看到了耶稣复活的奇迹。他也曾经是美国土著的印第安人，名叫西哥亚。虽然这些记忆里的人都有自己的名字，但是离现在的时间已经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了，很难再核实。不过随着他回忆起前世的年代呢，慢慢开始接近了现代呢，他说的那些人和事经过查证之后居然都真实存在。然而时间和细节都一样。就拿他的前世来说，他是一名参加过内战的普通军人。他说他名叫杰米·布鲁斯特，在1847年呢生于亚特兰大，16岁的时候呢于1863年阵亡。研究者们就在美国内战期间的军人名单中还真的找到了这个人。而李艾伦还回想上一世的时候，曾经说过自己住在意大利，今生呢则是移居美国，成为了一名演员。而这位演员呢，就是默剧片的影星鲁道夫·瓦伦提诺。瓦伦提诺呢是20世纪20年代最红的巨星，英俊的外表常被现代社会称为拉丁裔的情人。意大利的时装设计师瓦伦提诺呢，就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可见瓦伦提诺的名气实在是太大了。但是1926年的8月呢，他因胸膜炎复发而导致了败血症，并于31岁去世了。李艾伦回想起这段人生曾写信给母亲，用意大利语在上面签名，注明了1926年的3月，仿佛他是以瓦伦提诺的名义写下了这封信。后来呢，他的签名就被送到了专业的笔记专家那里经过鉴定呢，瓦伦提诺的签名是正确的，没有任何造假的迹象。
为了获得更多的关于轮回记忆的证据呢，李艾伦被催眠之后被要求写信给瓦伦提诺的前情人布拉尼格里。莫德斯博士希望他能够证实这一点。尼格里当年可是当红女星甚至还和卓别林有过绯闻。但是等他接到这封信的时候呢，他已经80多岁了，他还能够想起瓦伦提诺吗？莫德斯博士等了很长的时间都没有得到他的回信。尼格里终于通过他的秘书告诉了莫德斯博士。秘书说他已经老了，如果他还和这个年轻人接触呢，会影响到他的生活。至于这封信上到底最后还写了什么呢，那就不得而知了。因为艾伦说他是一位大明星呢，所以这个莫德斯博士特意请来了酋长的摄影师。这个摄影师就询问了瓦伦提诺自己才知道的事情。当艾伦和这个摄影师见面的时候呢，摄影师就问他说我们第一天拍摄酋长的时候有几个人在车上，发生了什么？艾伦就用瓦伦提诺的口吻回答道那天有4个人坐在车里，车开到一半呢，右边的车轮就掉了下来，掉到了山坡下。而摄影师当时就被震惊了，因为艾伦根本就不可能知道这件事情除非他是瓦伦提诺。艾伦对瓦伦提诺的私人生活和一些小事情都了如指掌。更离谱的是指纹比对按照现代医学的知识呢，就算是双胞胎也不可能是长得一模一样的指纹，而李艾伦的指纹却与瓦伦提诺完全相同。美国的世界新闻周刊呢，在1981年对这个李艾伦进行了大量的报道。经过媒体的报道呢，这个李艾伦和莫德斯医生的故事很快就在大街小巷上流传了起来。而李艾伦的故事也吸引了班纳季博士，他是位知名的轮回学家。在看到了李艾伦所写的这个上古文字的时候呢，他就感到难以置信。班纳季医生就相信呢，李艾伦在被催眠的时候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那些他从未学会的语言，而且他的性格行为上变化那么大，就足以证明了他曾经拥有这些记忆和能力。一直到1985年呢，艾伦每周都会去莫德斯那里做催眠术，想要回想起以前生活中的一些新的细节。就在人们对艾伦的故事津津乐道的谈论的时候呢，艾伦被一个朋友却指控了欠了一屁股债，然后突然之间就销声匿迹了。李艾伦的妈妈在1年之后就告诉医生呢，说李艾伦已经去世了。不过艾伦之死呢，并未使得他那令人惊叹的转世传奇失去了兴趣。关于这个故事的真假呢，仍然在争论不休。甚至呢，莫德斯博士也打算把艾伦的故事呢写成一本书。一些作者呢也有类似的看法，但经过了调查呢，他们发现艾伦的故事呢是有漏洞的。因为在当时的西方，关于转世投胎的说法呢比较保守，有人甚至怀疑艾伦呢是不是一个很会演戏的骗子。还有人说莫德斯博士实际上也很穷，他和艾伦花了15年的催眠疗法呢，不过是做做样子而已，他要靠艾伦出名挣钱。尽管流言蜚语不断呢，但莫德斯博士还是将自己10年的努力都写在了一本书上。他召集了一批忠实的粉丝，打算于1993年的6月呢举行一次会议，商讨有关于李艾伦故事和出版的事宜。但事与愿违呢，就在会议开始的前2天一封被所有人认为已经去世的李艾伦却给他写了一封信。李艾伦就声称自己这些年的表现都是在演戏，就是为了吸引眼球。他还特别禁止任何人发表他的故事，甚至还声称莫德斯博士呢在利用他挣钱。对于那些相信李艾伦故事的人尤其是莫德斯医生来说呢，这封信简直是非常的荒谬。所以莫德斯博士就用李艾伦以前的笔记来对照嘛，结果他才知道这封信跟以前的李艾伦不是出自同一人之手。因此他就猜想这也许就是艾伦小说的竞争者们在故意捣乱，目的就是为了防止这个莫德斯的作品被发表。但事实上艾伦案中也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例如呢，有人认为诺曼公爵写的那封信呢，用的是现代的文法，而非1000年以前的文字写法。而古埃及象形文字虽然是准确呢，但是由右向左写的，这与古埃及文字的写法呢刚好相反，甚至连法老统治的年份和法老君主的时间线都不相符等等。所以在这一场争论谁对谁错呢，大家都有自己的看法。那么在查找艾伦转世的法老资料的时候呢，就发现他的父亲内克塔内布2世呢是埃及著名的法老，关于他有没有儿子这一点呢，信息是查不到的。他所说的死于一场暴动呢，很有可能是波斯国王阿尔塔薛西斯3世与埃及法老内克塔尼2世之间的战争。阿尔法薛西斯3世呢，于公元前343年就打败了埃及法老内克塔尼2世，并在埃及重建了波斯王朝。但在那个年代呢，争权夺利也是常有的事情嘛，所以艾伦所说的法老是否真实存在确实是难以证实。若真是如此呢，艾伦真的是演技派的话，那么他绝对是一个演技天才了。因为在那个信息还不是很发达的时代呢，李艾伦是如何得知那些很久以前的事情和详细的情况的呢？而莫德斯博士是否就是这场阴谋幕后的黑手呢？或许这封信
就是他的竞争对手想要打击这个莫德斯的手段呢？对此呢，所有的事情目前都尚无明确的答案。其实催眠状态下能够回忆起前世的案例有不少，但像李艾伦这样能够清楚地记得16世，而且能够写下文字为证的几乎没有。而他与瓦伦蒂诺之间的那种种种关联呢，也让人称奇。难道我们的轮回的记忆就是被锁在大脑内没有被开发的那90%之中吗？通过催眠才可以被唤醒吗？值得我们深思。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就讲完了。好啦，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欢迎在下方留言与我们互动哦。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与小唐的频道哦。拜拜。拜拜。